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微健康与科学频道，我是 Vivian。你是否认为只有身材肥胖的人才会得脂肪肝？其实，脂肪肝并非胖人的专利，即使身材匀称甚至偏瘦，也可能被它盯上。什么是脂肪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肝脏里堆积了过多的脂肪，超过了其正常含量的5%。也许你会觉得脂肪肝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数据显示，大约有20%的脂肪肝患者最终会发展为肝硬化，而肝硬化则大大增加了患肝癌的风险。那么，脂肪肝到底是如何形成的？其中的关键正是我们体内的一种脂类——甘油三酯。甘油三酯是一种脂肪，由甘油和脂肪酸两种成分组成。当甘油三酯在肝脏细胞内不断积累时，会形成小的脂肪滴。这些脂肪滴逐渐融合，体积增大，导致肝细胞肿胀。长期下来，就会形成脂肪肝。甘油三酯的主要任务是储存能量，在身体需要能量时，可以分解为脂肪酸，供细胞氧化利用。那这些脂肪都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主要有3个途径。第一个途径就是从嘴巴吃进去的。那些油腻食物，像红烧肉、炸鸡、坚果等。食物里的脂肪到了肠道，会被分解成甘油和游离脂肪酸，接着在肠道细胞里重新组合变成甘油三酯，然后被打包成一种叫乳糜微粒的物质，顺着血液和淋巴系统进入血液循环，将甘油三酯运送到身体各处的组织细胞，也有一部分会到达肝脏，交给肝脏来处理。第二个途径是身体自己分解的脂肪。当肚子饿了或者运动特别累，身体急需能量，就会分解身体里储存的脂肪。脂肪细胞里的脂肪酶把甘油三酯剪成游离脂肪酸，释放到血液里，然后这些脂肪酸就被送到肝脏和其他器官，经过一系列代谢过程转化成能量供身体使用。第3个途径就是肝脏自己生产的脂肪。当身体里的糖分多到用不完时，肝脏就会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甘油三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无论甘油三酯从哪里来，肝脏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肝脏负责甘油三酯的合成、储存、分解和运输，就像一个精密的调度中心，需要巧妙地平衡这些功能，以维持身体正常的能量供应。那么，肝脏是如何完成这些任务的呢？首先是合成。当我们摄入过多碳水化合物，特别是高糖食物时，血糖水平会迅速升高，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。胰岛素激活肝细胞内参与脂肪合成的酶，将葡萄糖分解成更小的分子，然后把这些小分子组装成脂肪酸。脂肪酸再与甘油结合，形成甘油三酯。这个过程被称为从头脂肪合成。其次是运输，在我们身体正常运转时，肝脏会将多余的甘油三酯包装成极低密度脂蛋白，简称 VLDL， 释放到血液里，将甘油三酯运送到肌肉和脂肪组织，供它们使用。再次是分解，肝脏不只是储存脂肪的地方，它还是消耗脂肪的地方。在肝细胞内的线粒体里，甘油三酯被分解成脂肪酸，脂肪酸进入线粒体后，通过贝塔氧化这一过程进行代谢，释放出能量。最后是储存，肝脏可以将一部分甘油三酯储存在肝细胞内。然而，在某些情况下，肝脏的脂肪代谢过程可能会受到干扰，导致脂肪在肝脏堆积，形成脂肪肝。这些干扰因素包括 VLDL 运输障碍，如胆碱缺乏会导致 VLDL 合成不足，影响甘油三酯的运输；胰岛素抵抗影响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，导致血糖升高，间接增加肝脏合成甘油三酯的原料，同时也影响 VLDL 的代谢；高果糖饮食加速肝脏合成甘油三酯的速度。线粒体功能障碍影响脂肪酸的氧化分解，以及长期饮酒损害线粒体、破坏脂肪代谢的关键环节。正常情况下，肝脏的脂肪储存和消耗是平衡的，但当甘油三酯合成的越来越多，由于 VLDL 运输不畅，无法及时将脂肪运走，再加上身体消耗减少，脂肪在肝脏里就会越积越多，
最终脂肪肝就形成了。很多人都以为只有胖人才会得脂肪肝，这真的是个误区。实际上，脂肪肝并非胖人的专属，即使身材苗条也可能得脂肪肝。长期食用高糖、高碳水饮食，例如奶茶、蛋糕、饼干等，过量的糖分会在肝脏中转化为甘油三酯。长期久坐不动，缺乏运动，身体消耗的能量减少，多余的能量也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储存在肝脏中。长期酗酒，酒精会直接损伤肝脏细胞，影响脂肪的正常代谢，这些都会让甘油三酯在肝脏里堆积。除了上述不良生活习惯外，一些疾病也会增加患脂肪肝的风险，比如糖尿病、高脂血症、甲状腺功能低下、多囊卵巢综合征、慢性肝炎等。这些疾病患者即便体重正常，也比健康人更容易患上脂肪肝。那要是已经有脂肪肝了，该怎么改善呢？首先要精细调整饮食结构，远离高果糖食物，比如甜饮料，选择优质蛋白质，像鱼、虾、鸡胸肉、豆制品等，有助于维持肌肉量，提高代谢率。摄入健康脂肪，深海鱼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坚果和橄榄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，这些有助于减少胰岛素抵抗，改善血脂水平，但要注意适量。增加膳食纤维摄入，蔬菜和全谷物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能延缓血糖上升速度，减少脂肪合成，增加饱腹感，帮助控制体重。记住，即使选择了健康的食物，也要控制总热量摄入，避免能量过剩。其次，要动起来，尝试有氧运动，如快走、跑步、游泳、骑自行车等，能有效燃烧脂肪。也要进行抗阻训练，如举重、深蹲、俯卧撑等，能增加肌肉量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促进脂肪燃烧。此外，改善生活方式也至关重要。控制体重，即使只是轻微超重或肥胖，也要积极控制。规律作息，尽量保证每天7至8小时的睡眠。限制酒精摄入，酒精是肝脏的敌人，建议戒酒或严格限制。还要注意管理压力，可以通过冥想、瑜伽、听音乐等方式来缓解压力。最后，不要忘记定期复查，监测病情，及时调整。即使脂肪肝得到改善，也要定期复查，监测肝功能、血脂等指标，评估治疗效果，并根据医生的建议及时调整治疗方案。脂肪肝并非一辈子都无法摆脱，只要我们科学饮食、坚持运动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并定期监测病情，脂肪肝是可以有效控制和改善的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呵护肝脏健康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下期我们会继续讨论更多健康话题，记得不见不散哦。